嘿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我要来介绍狂战士这个职业。那我个人的评价就是，前期还有后期都是一个很强的职业。对，那中期它就比较弱势一点，这是蛮正常的。对，那它强势的时期就是之前影片有讲到，加速之前都是很强，很好用的一个角色。那加速到深渊这段时间，它就比较没有那么好用，甚至算是有点有副作用的角色。对，那我们上加速之后，只需要留1到2只，那转那个剑圣，要转点光之刃的这个剑圣，那打 PVP。对，那野区的部分啊，基本上是不会用到的。那它的定位就是其实蛮全能的，它有这个范围的增伤效果，对，然后也有它单体输出很高的剑圣，然后也有范围跟单体也输出很高的技能。这是一个可以前期拿很多的角色，那中期就踢到剩1、2只，然后后期再抽回来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很好用。那我们现在介绍他的技能。那刚开始初始技能会给你这个狂暴，那它可以让你的攻速上升4倍，对，很强。然后这个战吼前期就是可以去途径怪物，那增加那个输出的时间。那后期会对敌方造成晕眩，那就是我之前说的，就是副作用的一个技能，到现在也都还是一个副作用的技能，不是那么好用。那我们现在介绍这个2转的技能。双手武器，那双手武器主要是给那个普攻流派点的，那通常是会给3转点战吼的毁灭和光之刃的剑圣用的，对，它是普攻流派才会做使用的。然后再是死亡缠绕这个技能，它是给技能流派，就是它可以一下子出很大的伤害。然后或者是想要提高狂战士生存做使用的，但因为它的冷却是15秒，所以也不一定那么好用。对，然后再来是这个粉碎，它是一个小型的 AOE 技能，那单刷地下城用的，但是在地下城中用圣骑士会比它更好，所以基本上是不太会有人去点它的。好，那再来是3转技能。战吼我们会叫它毁灭，它是一个很好的增伤的工具人。那在打王啊、竞技场啊和野区啊，都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辅助。对，那如果想要在稻草人拿这个虚勇感，可以去特化这个机体。对，那它就是拿一个绿剑，然后双手武器战吼。就可以打到一个很高的伤害，但是实际上在打王的时候，伤害是不太高的，就参考这样子就好。对，然后再是这个光之刃，俗称剑圣，在竞技场是单体输出最高的职业。然后他在打 BOSS 啊，还有打野啊，是非常的烂。对，好，就是打竞技场才会点这个。然后再来是龙卷风的部分，我们俗称它为破坏。那在还没有4转的时候啊，和拿这个冰剑，它是没有伤害的，对，完全基本上没有伤害。对，所以前期是不会去点，那除非有这2个东西。好，那接下来介绍这个4转。4转这个剑皇啊，它是偏向技能流派的一个职业，对。然后
他的最后一招不需要点，所以对新手打王来讲，它是一个比较友善的一个职业。那输出也是非常的高，对。那我怀疑就是他这个有自己官方测试，试转可能就给他不需要点这样子，点了反而会这样输出。好，那再来是指挥官的部分，他就是除了这个给予友方增伤之外，那还有个最强的技能，就是除了给予20%的减伤以外，那它还有给予这个全状态的免疫。它这个全状态是连降攻击力，还有扣闪避，或者是一些缓速啊、晕眩啊，吃到伤害，但是就是不会有那个状态在你的身上，这样子，对。那它是就是比较会常用在竞技场上面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很恶心的技能，基本上好像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这样子。对，那我先来介绍我的狂战士，那我总共有5只，那有3只是打 BOSS 的，那这个就是很显然的增伤的工具人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剑皇的破坏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竞技场的部分，我给他弄一只破坏，那它主要的功能就是把那个1、2排的角色把它转死这样子。然后再是这个剑圣，它的就是可以让那个减少它的那个恢复效果。对，然后单体的输出也是很可怕的一个角色。然后在武器的部分啊，前期狂战士就直接先做这个斧头啊、剑啊，对，然后从蓝色升级到紫色，然后再用到这个打黑龙，然后可以制作这个血之狂的武器。那这个武器，之前有稍微介绍过，那我在这边再讲一次好了，就是它的暴击率会给你弄到100%，然后你只需要无脑的堆高这个致命的伤害，那可以最高可以撑到100%，通常是你也没办法撑到那么多啦，所以它是一个蛮超模的技能。那前期就可以带你无脑到那个加速，然后去养其他猎人，然后啊，比较常看到就是有人可能会做这个古代的斧头啊，或者是原始的剑啊，那我个人是不推荐去做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太初武器也不需要去做，对，因为你之后会基本上都会做这个法杖啊，所以不会做使用。然后绿箭的部分就是刚刚有介绍那个打排行榜用的，对。然后黑箭就是有范围的效果，对。然后再就是这个冰箭，刚刚那个技能流派的那个破坏做使用，对。好，以上，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那可以来燕巢的群组做询问，对。那这边的人都非常的友善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